我们已经把电子元件缩小到了几乎极限，电路中的开关几乎已经无法再变得更小，而同时芯片内部的热量也达到了无法再降低的地步。微缩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人类对于计算能力的渴望却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仅靠电子传导已经难以满足我们对处理速度和效率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问题虽然听起来平静而理性，却蕴藏着科技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我们正站在技术演进的十字路口，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归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在摩尔定律逐渐失效的当下，这个问题不再只是理论，而是决定科技未来走向的关键。或许我们一直以来所依赖的电子，只是过渡性的解决方案，而真正的答案，那个能引领我们进入下一个计算纪元的力量，藏在光的本质中。在新一代技术中，我们追逐的并非电线中跳动的电子火花，而是光波穿梭时那种几乎无形却能携带信息的能量脉动，像海浪掀起知识的涟漪。数据不再在电子回路中磕磕碰碰的传输，而是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光之长河，平滑且高效地在电路中流淌，几乎没有任何摩擦和延迟。在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芯片内，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一项惊人的尝试，让光线不仅仅作为信息的搬运工，更学会如何处理复杂的计算，甚至拥有记忆功能。这种看似安静却意义深远的转变，可能将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计算、对智能设备乃至整个科技生态的认知，就像从马车跨越到了蒸汽机时代那样剧烈。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不再只是技术难题，而是一堵真正意义上的电子墙，一堵由物理极限与能效瓶颈共同构成的无形高墙，挡在了计算发展的前路上。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计算行业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与一个目标息息相关，让晶体管更小、更密集。这种持续微缩的逻辑支撑了摩尔定律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奇迹。我们每年将海量的数据压缩进这些精巧至极的芯片之中，让计算设备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强大，像是把整个世界浓缩进了掌中。然而如今，我们已逐步触碰到了晶体管发展的天花板，继续压缩的空间几乎为零，电路间距已经接近原子尺度，无法再轻松突破。晶体管的最小结构已经细到只有几个原子宽，而这时候，连物理定律也开始对我们的野心发出警告。量子效应、隧穿现象逐渐干扰了电子的稳定运行。过去如同忠诚士兵般按命令行事的电子，现在却常常失控地越界而行，突破屏障，扰乱计算，显示出传统架构已难以驯服这些微观粒子。在密不透风的封装层中，芯片内部如同一个无法散热的蒸笼，过热成为了最大隐患，效率也随之大打折扣。曾经我们信心满满地相信计算能力会无限增长，如今这个梦想正逐渐慢下来，像是高速列车逐渐驶入了瓶颈地带。令人矛盾的是，就在技术发展放缓的同时，我们对它的期待却前所未有的高涨。人工智能、宇宙探索、生物模拟，每一个方向都呼唤更高层级的计算力。在 AI 的世界中，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判断背后，都隐藏着数十亿次计算操作。而传统硅芯片在处理这些任务时，其对电力的需求早已超出了可持续的边界。今天，全球各地的数据中心持续运转，它们如同一座座庞大的工业炉窑，昼夜不息地燃烧能量，有些甚至消耗着与中小国家同等级别的电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电子计算的极限已经触手可及，而我们对理解世界、模拟生命、预测未来的渴望却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愈演愈烈。这正是当今科技世界面临的悖论之一。我们拥有史上最强的技术，却也被自己设计的框架牢牢束缚。我们几乎触摸到了下一个科技起点的门把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在了旧有体系的沼泽之中，每迈进一步都充满挣扎。显然，我们急需一种全新的媒介来突破瓶颈。这种替代方案不仅要拥有远超电子的速度，更要运行平稳、能耗极低，并具备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光的行为方式与电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
它是超越常规物理直觉的存在，它不再是粒子的碰撞，而是波的舞蹈，优雅而迅捷地穿行于信息的高速公路上。在电子电路中，电子就像是在早高峰挤满车流的城市道路上，一会儿急刹车，一会儿加速，又不断碰撞，每一次行动都受到电阻的阻碍，每一段旅程都浪费了大量能量和时间。而光的移动方式则完全不同，它无需等待信号灯，也不必刹车让行，而是像清晨阳光那样悄然无声地贯穿空间，直接而迅速地抵达目的地。它犹如海面上浮过的波浪，连绵不断又无比顺滑，自由穿行在光线之间，将信息以近乎零损耗的方式传递出去，效率高得令人惊叹。它没有红灯可言，不必在数据流量的交叉口排队等待，一路畅通无阻，打破了传统计算中常见的瓶颈。更重要的是，光不像电子那样每前进一步就损耗能量，它几乎毫不衰减地奔流向前，大大减少了信息传输中的能源损耗。试着想象一个世界，数据不再像乘客一样排队登机，而是像光波一样在同一时刻全部出发，各行其道，不再彼此干扰，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光脉冲不仅仅是单一路径的旅人，它可以像水流一样灵活，在需要时弯曲方向，分裂成多股，或汇聚成一束，并且从不拖延，不犹豫，继续高效地前进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在电子世界中，计算意味着从0跳到1的不断切换，而这种切换过程需要时间，也会带来能耗。但在光的世界里，它无需停顿，仅靠颜色、强度、频率与流动模式的变化，就能持续不断地传递信息，像彩虹在飞快地书写一段段代码。正因为光具备这种近乎魔法般的传输和处理能力，科学家们才将目光从传统电子转向了它，希望借由光打破当前技术所面临的种种瓶颈，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新路径。与电子相比，光不仅飞快，而且优雅，它所带来的速度之快几乎难以想象，而那种传输中几乎零损耗的效率，更像是一种无需代价的奇迹，是我们前所未有的科技体验。设想一下，不必等待数据先存储再处理，而是在它移动的同时就完成计算。这正是光子学所追求的终极愿景，让计算与传输融为一体，省时又省能。不过，任何伟大的梦想都伴随着难以回避的阴影。尽管光的世界令人神往，它依然有自己的短板。那些被掩藏在耀眼性能背后的技术挑战，正等待被一一破解。光虽能迅速传播、精准计算，但它却有一个致命弱点，它无法停留。光本身不具备记忆的能力，一旦信息被传递出去，它就像风一样消散，无法自行留存。每一台计算机，不管它多么先进，处理能力多么惊人，最终都依赖于3大核心支柱：计算、连接与存储。这3者共同支撑起整个数字世界的运行。第一项是计算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处理速度，让机器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无数次加法、乘法、判断等基础操作，是任何程序运转的根基。第二项是连接能力，它确保数据能在不同的模块和芯片之间畅通无阻的流动，像血液输送养分一般，将信息传送到所需的位置。第三项也是常常被低估但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记忆。它让机器能保留中间结果和长期数据，就像人类必须记住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一样。记忆是所有智能行为的前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记忆，计算就像一阵风中的低语，说完就散，再无痕迹。没有记忆的系统，就无法积累，无法学习，更无法进步。在光子计算的世界里，光已经完美地掌握了计算和连接这2大能力。它能快速处理运算，也能高速传输信息，效率远胜于传统电子方案。光子芯片执行计算的速度令人惊叹，它突破了电子的限制，能在微秒之内完成亿万次运算，是传统芯片望尘莫及的存在。它们借助光纤和集成光路传递数据，几乎没有能量损耗，就像阳光穿越玻璃，不留痕迹，也不减速。遗憾的是，在记忆这一关键领域，光却表现平平，它无法停下脚步，也无法记录行程。
这正是阻碍光子计算实现全面突破的最大难题。当光承载的信息完成一次传输后，它便随即消散，不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痕迹。我们目前尚无简洁而高效的方式能让这些信息在光的层面被永久保留。因此，为了弥补光无法记忆的短板，科学家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在部分关键步骤中仍然依赖电子系统来代为保管信息。每当系统需要保存一段信息，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顿，也必须将光信号转换回电子格式，再交由传统存储单元处理。这一过程既复杂又耗能，而这样的转换不仅增加了技术难度，还不可避免地引入延迟，就像原本顺畅的直路中被迫加入了匝道，速度和效率因此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这些延迟背后往往伴随着额外的能耗，使得本应节能高效的光子系统被迫承担电子世界的负担。久而久之，这些妥协积少成多，导致光子芯片在实际应用中未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优势，原本应该脱颖而出的性能被现实所拉回。多年来，学界和产业界都对这个记忆缺口深感忧虑，因为如果光无法独立完成计算、传输、存储这一整套闭环，它就永远无法真正取代电子芯片。光子计算的未来将注定不完整。直到最近，曙光终于出现，一个看似简单却意义非凡的突破，正悄然改变这场困局，为光子芯片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记忆。在无数研究者的心中，内存就像是光子计算通往未来道路上的断桥，它是那块始终未被解答的难题，一直阻碍着整套系统真正独立运行。光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运算，也能自如地传输数据，但它就像一个没有笔记本的速记员，说得快却记不住，信息来得快也走得快，根本无法停留。然而，正当许多人对这个瓶颈感到束手无策时，一群材料科学家和光子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让光首次学会了留下脚印。他们所发明的是一种被称为谐振器的微型环形结构，外观看似简单，功能却异常精妙。它的作用就像是一只玻璃酒杯，当你轻敲它时，特定频率的光就会像音符一样被捕捉、共鸣，并暂时停留在其中，形成闭环震荡。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这个谐振器之上叠加了一层厚度仅为纳米级的相变材料。这种材料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在两种稳定状态之间自由切换，类似于水在冰与蒸汽之间的转化，却能保留信息的状态。相变材料的状态变化不仅可控，而且可逆，它能根据光的输入强度或热量来精确地调整其结构，并在改变之后保持原状。而环形结构则像一个光学导轨，引导光线在其中循环、干涉、耦合，从而使写入与读取成为可能。这两者的组合第一次让光子芯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边计算边存储，计算不再与记忆分离，而是融为一体，原地完成，不再依赖电子跳转。这一创新就像在天平的一侧悄悄添上了关键砝码，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电子技术一边倒的优势局面，重新定义了计算架构的可能性。过去，光子计算中的数据必须离开光路变回电子才能被保存，而现在它们终于可以在光的世界中原地安家，无需折返，无需转换，大幅提升效率。信息可以在这片微观光场中静静躺下，一边被存储，一边参与后续的运算，如同把图书馆和实验室建在同一座房子里，省时省力又节能。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光第一次不仅被用来传输数据，更学会了记住数据。这一进化让它具备了构建完整计算系统的可能，从配角变成了主角，有望成为推动下一个计算时代的核心动力。那么，为什么记忆在计算中如此不可或缺？答案很简单，没有记忆的计算就像没有回声的山谷，喊出的每一个答案转瞬即逝。如今的计算机结构仍采用上世纪的设计理念，将处理器和内存分隔开来，一个用来思考，一个用来记住，两者之间不断来回传递信息，效率自然受限。每当一项计算结束，处理器都要将结果
沿着复杂的电路网络传送出去，送至远在芯片另一侧的内存。就像每次写完字都得跑到另一栋楼去存档，而一旦这份结果需要再次使用，又得从存储器中翻箱倒柜地找回来，再度传送回处理器，重复往返，既耗时又耗电。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来回，其实是当前计算架构中最昂贵的一项开销。它不仅消耗大量时间，还导致能量在过程中白白流失，效率大打折扣。根据多项研究，目前一块芯片所耗费的能量中，居然有将近 80% 并非用于计算本身，而是花在了搬运数据上。这就好比一个工厂的大部分电费都花在了传送带运货，而不是生产线上。想象一下，你拥有一辆顶级性能的超跑，但却被困在早高峰的城市道路上，一脚油门也派不上用场。现在的芯片就是这样，计算能力强，却被数据流动的瓶颈拖了后腿。机器自身动力十足，宛如猎豹蓄势待发，但眼前这条拥挤蜿蜒的数据之路，却极大地消耗了它原本应有的优势，让潜力被白白浪费。而一旦我们将光引入这套系统，一切就不同了。光的传输和存储合一的特性，让原本复杂曲折的路径变得直接流畅，数据可以就地处理，几乎零延迟。现在内存和计算不再隔山隔水，而是紧密融合在同一微型结构内，信息无需远行，任务可以在本地立即执行，快速且高效。光子计算中的数据无需绕行，无需等待，它像一道穿过玻璃的光束，直接抵达目的地，瞬间完成指令，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操作的执行不再依赖漫长的传输，而是在数据原地存放的位置直接发生。这一变革大幅缩短了响应时间，也让芯片内部的能量利用更加极致。虽然这项改变并没有引发轰动的视觉冲击，但它背后的能量却不可小觑。它悄悄瓦解了困扰芯片设计几十年的根本瓶颈，为计算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更少的能量浪费，意味着设备发热降低，电源消耗减少，同时也意味着更长的续航，更环保的运行，省去了繁复的搬运流程。数据能像箭一般直达目标，让芯片真正发挥出其顶尖的计算速度，就像为跑车清空了所有红绿灯。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它终于攻克了那道横亘几十年的障碍——内存和计算分离所带来的速度限制。从此，计算架构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光最令人惊叹的另一种能力——色彩所带来的并行力量。它不仅仅是美学的奇迹，更是计算世界的多线程未来。光的伟大之处，不只是它能以惊人的速度穿越空间，更在于它拥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每一道光束都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信使，带来不同的信息。电子在电路中毫无区别，它们一个样，一个速度，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但光不同，它能呈现出成百上千种颜色，每一种都可以独立运作，不互相干扰。你可以把每种颜色看作是一个频道，或者一条高速公路的专属车道。红色可以运算语音，绿色处理图像，蓝色分析数据。它们各司其职，却又同时进行，效率惊人。这就是所谓的波分复用技术，在同一根光路中，同时并行地传输多种颜色的光束，它们像车流一样有序运行，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影响。如今的光子芯片已经可以做到同时处理多达32种颜色，每一种颜色就像一个独立的处理核心，让一块芯片就具备了超级计算机般的并行能力。想象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不是双车道，也不是8车道，而是32条乃至未来上百条，每一条车道都并行运转，不堵车，不限速。这些数据就像彩色墨水，被写入到紫、蓝、绿、红等不同颜色的光中，每一束光都承载着独立的计算任务，同时在芯片内并行处理，互不干扰，效率倍增。在传统电子芯片中，为了实现类似的并行操作，你需要搭建一整片晶体管阵列，每一项任务都要一个独立的单元来执行，耗材大，占地多，功耗高。这种方式不仅让芯片设计变得复杂，也导致芯片越来越庞大，发热严重，就像在一个小厨房里硬塞几十台炉灶。而光子芯片则完全不同，
所有颜色、所有通道、所有运算，都可以在一个微型光路结构内并行完成。空间利用更高，能效比更佳，整体运行更轻盈自如。正是在这里，光子技术兑现了它最令人兴奋的承诺，以最小的体积完成最多的任务，让更快与更小不再是对立，而是协同。这也意味着一束颜色丰富、频率多样的光，不再只是数据传递的工具，而是一个超级多线程的处理平台，能在瞬间完成复杂任务的分析与推理。过去要用上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处理器协同作业的工作，如今一个微型光环就能胜任。体积小，能耗低，速度快，像是让一颗小石子完成了一座山的工作。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工智能，特别是今天这一波如火如荼的发展，迫切需要光子计算？因为 AI 不仅聪明，而且极度贪吃，它对算力的胃口几乎无止境。曾几何时，人工智能只是实验室里的梦想，是科幻小说中的角色，而如今它已经无处不在，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从手机助手到医疗分析， AI 无处不在。 AI 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搜索引擎、语音助手、推荐系统、金融风控，甚至是天文观测，每天处理着数十亿条指令和请求，像是一位昼夜不息的信息管家。越智能，它的食量也越大。每一个图像识别、语音合成、语言理解的背后，都是千万级的计算需求，仿佛一台永远吃不饱的巨型引擎。不管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一张照片的分析，或是一次精准预测，其背后都需要成千上万次的矩阵计算与模型推理，构成了极度密集的算力需求。而支撑这些计算所消耗的能源，是难以忽视的代价。大型 AI 模型的运转成本动辄以兆瓦计，耗电量惊人。根据最新研究，一些先进的 AI 模型每天消耗的电量，甚至超过了一个小型城市的全部用电需求。这让 AI 的可持续性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像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肩负科技未来的企业来说，光子计算不只是一个技术选项，它是一场生存竞争，是控制成本与维持速度的关键平衡点。说得更直接一些，这是关乎生存的抉择。谁能在保证算力爆炸增长的同时又能控制能耗，谁就能在未来的 AI 大战中占据优势。这些巨头急需的是一种全新的计算芯片，既要有突破性的处理速度，又要能将能耗压缩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而光子芯片正是那个理想中的答案。如果没有这样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像赛车没有足够的燃料一样，技术虽在，但无力前行。它会因为自身巨大的算力需求而被自己拖慢，甚至止步。而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光子计算应运而生。它以超高的并行能力和极低的能耗，提供了一条可以真正支撑 AI 继续进化的硬件之路。试想一块芯片，运算速度接近光速，而它消耗的能量还不到一盏小夜灯。这种效率上的飞跃，足以让 AI 的运行成本骤降，从高不可攀变得触手可及。原本像锅炉一样高压运作的数据中心，将在光子芯片的帮助下逐渐降温，变得更平稳、更易管理，为全球数据基础设施带来新的可持续性。此刻的紧迫感几乎无需多言， AI 的发展已驶入高速轨道，唯有新一代芯片才能为它提供足够的燃料，否则我们将眼看它被自身速度反噬。如果我们继续依赖老旧的电子架构， AI 的梦想将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昂贵、耗能，难以推广。它将困在潜力与现实之间，步履维艰。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光明成为我们的指路星辰。它不仅是一个更优解，更像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一条迟早要走上的革新之路。然而，光子芯片的潜力远不止于满足人工智能的胃口，它不仅能支撑 AI 的成长，更可能成为一把钥匙，打开通向更深层次科学探索的大门。如果光子计算真如我们设想那般落地，它所能解锁的将不只是更聪明的机器，而是整个计算范式的飞跃，一种重新定义可能的力量。基于光的芯片，其应用疆界远比 AI 更广，它们可能会走入实验室、医院、天文台，
甚至深入我们身体的细胞层面，成为基础科学的核心动力。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用光子芯片，在几秒钟内模拟星系的形成，或实时追踪蛋白质折叠的每一个瞬间。这是过去用超级计算机也难以实时完成的任务。目前，即使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成这样的模拟。而科学家仍在为这些耗时苦苦等待，无法及时验证理论。而光子处理器的出现，有望把这些漫长等待缩短为几分钟甚至几秒。这不仅仅是提升效率，更是让科学发现从慢工出细活变为及时起事。在气候研究领域，光子计算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速度。它能更好地模拟风暴生成、洋流变动、大气扰动等极其复杂的地球系统，助力我们更科学地应对气候变化。复杂的气候模型往往牵涉上一个变量，而光子计算能让这些变量以更高的分辨率、更细的时间力度被实时追踪和演算，让预测更准，决策更早。制药行业也将因此发生质变。光子芯片能以更高速度筛选药物分子，建模蛋白质相互作用，大大缩短新药从设计到试验的周期，加速突破重大疾病的治疗瓶颈。不仅如此，金融、物流、交通等以数据驱动效率为命脉的行业，也将感受到这股变革之风。实时市场建模、运输路由优化、风控预测等，都将更加迅速且精准。归根结底，计算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机器在运行，而是我们能更快、更准确地得到问题的答案。从天体运行轨迹到基因突变原因，它关乎的是我们如何加速把未知变成已知，把想象变成现实。每一秒的提升，都是人类理解宇宙和自身的一大步。当我们让光成为计算的主角，答案不再是耐心等待的结果，而是及时响应的奇迹。问题一旦提出，解答几乎同时闪现。不过，正当我们为这些光明前景所振奋时，科技界心中也始终悬着一丝清醒的提醒：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条通往未来的高速路上都会藏有坑洼与弯道，光子计算也不例外。它依然面临着尚未克服的技术与结构障碍。尽管光子芯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能，但它并非毫无瑕疵的完美答案。科技的光芒越耀眼，背后的阴影也越清晰。真正的落地应用仍面临重重挑战。每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在实现突破之后，都会迎来第二道门槛：规模化、稳定性、兼容性。这些都是光子计算必须逐一跨越的关卡。再聪明的发明，也终究要面对现实的约束。材料、制造、成本、可靠性，这些因素才是真正决定一项技术能否走出实验室、走入现实世界的关键。光子芯片的确拥有超越传统架构的速度与能效优势，但它同样也带来了新的物理、工程和经济挑战。这些障碍可能决定它能走多远、走多快。目前光子芯片的关键组件，诸如光波导、谐振器等，其尺寸往往比纳米级的晶体管大得多。这意味着它们在芯片上的布局密度还远远无法与硅芯片相比。另外，光子记忆所依赖的相变材料虽具有可逆性和稳定性，但它并非永久耐用。长时间高频率的使用会使材料疲劳、老化，影响稳定性和寿命。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依赖的整个数字生态，从操作系统到网络协议，从芯片接口到服务器架构，几乎都是为电子计算量身打造的。光子计算难以即插即用，这意味着，若想真正实现光子计算的大规模应用，我们不仅要改造芯片，还需要重写软件，重新架构数据中心，甚至重塑计算理念。这是一项系统级的革新。也正因为挑战艰巨，才使得这场光子竞赛更加激烈。越难解决的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越丰厚的回报。全球各地的初创公司已纷纷投入这场新兴战役。从麻省理工孵化的 Light Matter， 到硅谷快速崛起的 Light Allegiance， 再到 Q.Ant 等技术团队，他们正围绕封装、能效、接口展开一轮轮技术博弈。与此同时，世界顶级大学的实验室
也在不断改进基础架构和理论模型。而各大科技巨头，如英伟达、谷歌、IBM 则在密切观察，等待一个既成熟又可大规模生产的解决方案。如果成功了，回报将是革命性的，不只是性能上的跃迁，更可能是一整代计算范式的彻底更替，影响深远，席卷全球。设想一下，一台超级计算机只需消耗一盏灯泡的电力，就能完成当前数据中心几百倍的任务。这种效率足以颠覆整座城市的能源结构与技术布局。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技术竞赛中，谁能第一个打造出成熟、可靠、可扩展的光子计算平台，谁就不仅赢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更将定义下一代智能社会的底层逻辑。这条路并不平坦，它仍弯曲未知，但竞赛的枪声早已打响，各方势力已摩拳擦掌，冲刺未来计算王座。这场竞赛的最终奖品不仅是财富或专利，更是一项权利，定义人类未来如何使用知识、处理信息、理解世界的权利。那块只有指尖大小的小小芯片，原本只是硅的延续，如今却被赋予了全新意义。它承载的已不只是数据，而是一个更快、更清洁、更智能的未来。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记忆之光的诞生，一场计算本质的重构。光不再只是照亮世界的媒介，它也开始照亮信息的路径，照亮未来的智慧。几十年来，我们在电子的协助下打造了今天的数字文明，但如今那些看不见的局限已逐步显现。我们必须承认，电子的时代已经触及边界。光子技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通路，它速度惊人，能耗极低，而且几乎毫无质量，轻盈的仿佛信息自身在自由穿行。正如所有伟大的技术跃迁一样，这条光之路也充满未知，它是曙光，也是考验，充满希望，却也布满荆棘。挑战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复杂。而真正的竞争，如今才刚刚拉开帷幕，胜负仍未分晓。从技术轨迹的发展来看，这场由电子到光子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它或许不会一夜之间改变一切，但它终将逐步渗透，稳步推进，成为新的基础。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计算设备不仅靠光来传输数据，更靠光来思考本身。一个真正以光为智能核心的时代将悄然来临。当我们站在那个全光智能时代的门口回望，会发现今天的这些尝试，这些微小的突破，就是未来闪耀的起点。光之革命正在悄无声息中照亮人类文明的新篇章。